狼队这个赛季是非常喜欢在第一局使用公孙离的一个队伍。就之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在17场比赛当中有8场都是第一局拿的公孙离，直接去拿那种强势对抗体系，然后去拼一把，接近一半，差不多在第一局就选公孙离。我们看一下这盘他们会不会按照之前的思路？对，这2个队打父子应该都比较拿手。是他们就是都有这样的英雄池在，不过目前就这个赛季的胜率来说的话，没有那么的理想。他们就是自己打不行，但是打对面行。对。那看狼队第一班是给了海月，这个班位微博这边是对着搬了一手杨戬。就看第2班了，思考了时间还是蛮久的。对，这把鲁班大师也在外边啊，也要看老林在BO7的第一盘会不会还是先放出来给对手。有可能会放出来。搬了镜鲁班大师、空儿，好像是策略跟打你们那场有点像啊。对，用老虎加猫来对抗父子。因为火舞也上班了，那这样难题就来到了 SK 这里，他要不要接？还是接大师了？2选1。就像我们说，这个赛季2支队伍的鲁班父子自己玩的胜率不高，但是打对面胜率是相当可观的。对，就看狼队自己会不会接这一套。震惊长安第一把北行虎抢下来了，祥运亨通。这就是先抢主动权，把这个问题抛给你。那理论上北京微博前3轮可以拿到鲁班父子加沈梦溪。哦，是的，是可以这么拿。他可以先出沈梦溪加个鲁班大师。但是要看他们愿不愿意这样拿，因为微博这个赛季父子5场比赛只赢了1场。对，胜率是偏低的。你的无知无边无际，还是拿了。但也有可能会改到像搭艾琳这样的一些英雄。对，看那边出不出狄仁杰，因为艾琳打狄仁杰是比较好打的。要看狼队的选择，但是把沈梦溪这个点是拿走了。对的。曹操，这巅峰对决的英雄尽出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杨玉环也拿出来做一个摇摆。福建选择先不出射手，然后看微博怎么做。我感觉微博也可以不出射手，出个凯或圆坦对位打老虎也可以。但这样的话，2轮班位2名的射手可能日子就不太好过了。是的。那这把有可能是野合对野合了，那就好看了。先选了一手狂铁，两边射手都不出的话，2轮班位都可以针对一下。主要微博这边不出射手的情况之下，狼队肯定是要把这个鲁班7号给他搬掉的。钟馗一身的招牌。是的。他用钟馗打这个鲁班父子，上场比赛效果也很好嘛。也算是逼狼队去搬。鲁班7号上班了。主要是微博他既然这么明显的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班位，他到底想拿什么射手呢？去跟他的鲁班大师打？我觉得拿一个不用鲁班大师一直保着的射手，就是他有自己玩的能力。实在不行就考虑敖影这样的英雄，让鲁班大师当成一个开团点去用。应该是10楼 counter 位了，先等风萧这边出射手。微博又搬了一手张飞，一个有拆火能力的英雄，然后狼队是搬了一手凯，是可以搭到一个鲁班的体系，鲁班大师体系的。张飞墨子，张飞的话也是帮沈梦溪搬了一手，就削弱了一下狼队下半图的一个对线能力啊，搬这几个英雄。对他全部是在针对医生。对，所以默认这个杨玉环就是走中。然后狼队是把刚才我们点到的能打老虎的2手全搬了。微博这边的应该还有阿兹朵或者橘右京这种。橘右京还不错。对，橘子打老虎是能对抗的。这把还有一个鲁班大师，更加的灵活。以陛下的名义，已被捕了。狄仁杰自己拿来的。那感觉暖阳这边必须得出一个大河啊，就是野河。有可能是敖影吧。左边就左边狼队这边，也不怕被开。这样的话，我主要期待的是医生这个点，因为微博他之所以会一直搬游走，也是因为这个赛季的杨玉环基本上都是子焕玩，医生是没有玩过的这个赛季。祸进尘埃，但不代表医生不会。对。看他这手怎么摇摆，还是给医生拿了一个开团回。连破敖影进攻性很强啊，这套阵容。对。而且敖影这个也不用保，都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往前打。
反而右边拿了这个狄仁杰之后，他其实打团的环境会比较差。对面会第一时间盯着他。10楼大司命，红刀大司命。这把微博的上半图强度会很高，大司命、狂铁还有神木奇，可能河道的一个对抗也会比较强。是的，你觉得这个大司命他是红刀还是肉刀呢？这把应该是肉刀吧。肉刀前期得打出优势。对，因为容错率会低。肉刀大司命的话，5分钟之后，其实他的一个发力期还不错。如果他能河道打出优势，可能会进到野区，然后保着狄仁杰那边平推也可以的。但整体微博它就是上半图既然有优势要控到一些资源，然后同时要围绕着狄仁杰这个点去打一个推进节奏，它相对是有一个有秩序的方式在进行的。是的。但是狼队少这种的话呢，它其实出小节奏能力可能会比微博来的更强一些。对，狼队这边后期的点比较多，他的双边是比较拖的，比较发育的，而微博的双边是前期线上能力就非常强的。狼队这边的话，他前期的一些节奏可能会让那个老虎跟廉颇去带，因为老虎这把跑脱能力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其实这个赛季老虎这个英雄在当赛季 MVP 次数获得最多的就是小胖和暖阳这2位选手。而小胖的话，他玩到裴擒虎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的分军经济是裴擒虎这个英雄的单位值第1，同时他的场均击杀能够排到第3。上一场他的裴擒虎当时在10分钟的时候经济应该就8000左右了，很高，也是非常夸张的，因为他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拿了一波3杀。这把的话，狼队是把前期的节奏很多放在了小胖的裴擒虎身上，然后整体双边是偏发育的，但感觉在中轴对抗上面，是不是微博这把的线权会更加强一些呢？对，微博因为毕竟有个大司命加猫嘛，然后在中轴的对抗以及河道可能会优势更大一些。我甚至觉得他3条线都很强。对，在正常能对到的情况之下。对，微博的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些，然后狼队的话可能更多次拉扯，因为杨玉环跟敖影中期可能会偷线跟老虎这种。那你说狼队这盘会不会做一个对抗路跟发育路的换线，保上路一条线优去争夺一下空间之灵？换线，但是曹操抗压不是特别好抗压。打狄仁杰的话，有可能会正常开吧。他换线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中线如果拿不到线权的话，那即使换了线，上路资源也不好拿。所以如果是2边常规对线的情况底下，应该是微博这边要提速，然后去做到抢中转边控资源，然后等到这个线有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开始围绕狄仁杰做推进。是，微博这边可能推掉一个发育路1塔，或者就是。对，推到一个1塔之后，可能就会进到野区了。对他这盘一定要打野区，去限制裴擒虎的发育，然后尽可能把前期的资源多倾斜给暖阳这手大司命。如果他是肉刀的话，他要尽可能完成之前小胖玩大司命的样子。我记得他有一盘是红松王10楼出了大司命，因为前面出了个阿古朵骗了对面一手，然后他那一盘就是从头到尾一直非常顺，一个人顶在正面，对面完全打不动。红刀也有可能，因为。这把爆发伤害前期那个狼队的爆发伤害不是特别高，就秒不掉红刀的大司命。就如果感觉他出肉刀的话，后继有些乏力，微博整体的阵容后期没有大核。就中后期如果是一个肉刀大司命，拼起来就没有狼队团战能力更强了，是吧？是。所以来看一下吧，两边这一小局其实拿出了发力期相对有一些区别的这个阵容，然后来打这一次 BO7的第1小局比赛啊。然后2支队伍的话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有过1次交手了，就在第3轮，当时是一场 BO5的比赛。然后北京微博的话呢是3比2战胜了重庆狼队，打满了。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一场比赛，双方本赛季的第二次交手，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北京微博。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全军出击，我是漠然。都是爆中抢线，但是你看正常开局情况之下，狼队这边3条线都是有点难受的。对，但是这把狼队主要就是先让老虎抓起来，然后肥起来之后再带动其他位置的一个舒适。小胖这把的开野是有点无规则了，
他是先让曹操过来帮他开蓝 buff， 蓝 buff 开完之后，中路有人帮他卡线，去中路吃一波，然后转上路吃赤甲，让曹操陪着他刷。对，想帮曹操那个控个赤甲。我下路也要拼，但是这波的话，风萧是先找机会消耗了一条梦溪丝血啊。微博下路双人组的闪现全被打掉了，而且刚才红隼我没看错，好像被一声廉颇给控到了。 感觉这个开局的布置，狼队做的很聪明的一点是，你刚刚说到小胖的无规则打野控到了上路的赤甲，同时下半图的红隼拼抢的过程当中，微博的目的就是全技能我要去拿那个红隼，但是狼队的目的就是我给你，但我要你人的状态掉下来。对他们下路打这波打得非常赚。对，刚刚看到一项数据，就是双方在这个赛季的一血次数啊，分别是位列联盟排名第1和第2的。微博是52次第1，然后。 狼队这边是40次排第2，第1跟第2就差了10来次。没错，这是证明了一个点啊，微博在这个赛季他在前期打架这方面他是非常强势的，包括右边微博拿的这套阵容在前期的作战能力也非常强。他是愿意对抗的，又是找到了梦溪，把他的状态压低，又是蹲草蹲了一波。而且这种频繁的换血。 先看一下上路，又来控一下这个赤甲。因为狂铁这英雄是需要打优势的，也不希望对面曹操能一直把一些中立资源点拿到。就前期狼队的这种换血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能接受的就是他们的英雄单体基本上都带有一些回复的能力，但是微博的话，他下半图其实比较欠缺回复能力。在换血上面的话，狼队他这样换血是可以赚到的。是的，我们看一下暖阳他的大司命出装是一个肉刀，而小胖的裴擒虎出装是一个红刀。 中轴，沈梦溪也先付一下伤害，线权还是微博拿到。对，中路对抗还是微博这边比较强势一点。没错。找到敖影，敖影没大了。大招换大招。 4分钟龙之前敖影大招应该好不了，然后可能那个微博这边会选择4分钟龙团的这波，就直接打暴强力进攻，对。 我们看到小胖的裴擒虎本赛季的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是有8448的，确实是独树一帜啊，相当恐怖。对一般来说10分钟，我们说射手3件套的话，差不多就7400左右的这个经济。7400到7500。对。那按照莫然教练刚才聊的那个，微博是对于4分钟暴君团势在必得，那狼队他会。 有机会去打上半去换一些节奏。那你看微博的动向，有可能他是往上路来的。对，上路是一个3打3。对，这波是3分半的这个空间之灵。对。这波没有传成功，杨玉环的话大招被打了出来，互相拉扯一下。护盾消失。 这波狼队其实做的还不错，挺好的，因为没有让大司命第一时间传过去把龙开了。因为这种狼队这个阵容拉扯的话是带优势的，拉扯住。他的手都比较长嘛。对。这条龙狼队开起来了，但是微博不打算放，不想放。对，这个阵容。但因为上路狼队是2抓1，所以龙那边的话，小胖是直接看对面抢，我就让了。 哎，2闪回头，哇！子焕的这一波细节2闪回头，这个是很能接受的，因为这样子曹操会越打越顺，然这样后狂铁阵亡之后，他强势期也会缩短，也算是狼队变相换了节奏。对，虽然是他们一开始开的这个暴君，没错。就现在狼队在前期做的很多都是置换，然后微博就是利用自己阵容目前的强势期在抢资源。往下转，鲁班大师大招拉回来，廉颇大招反砸。 控住人，然后把下路的线送进去了以后，把下路的外塔先行推掉。这一局第一座外塔是狼队先推的，整体上感觉狼队打得很灵动。对，就是把他们阵容的拉扯点做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微博在拿龙的时候，狼队直接上路2抓1，子焕溜上来抓了一波，子墨也是有点防不胜防啊。然后子焕细节拉出塔的仇恨，重置了塔伤之后再回头2闪补伤害。 这样子的话，老虎的一个就是经济可能你无法压制他了。对，因为微博现在其实是相对比较被动在防守的一方，他打不进狼队的野区了。对，而且狼队在这个赛季的一血胜率是高达77.5%的，排全联盟第1。没错。但微博这边的飞血胜率就相对比较低了。
是只有41%。主要是在阵容的一个强势期上，其实正常来说，现在应该是微博的一个推进节奏。对的，现在老虎就可以一直去边路吃线，然后转中，就是给你边线压力，然后再转到正面给压力。他要打下2塔，但是这一波子墨的狂腿是传下来的，第一时间微博有人数上优势，要打夹击，想要逼廉颇的技能。廉颇交了一个闪现，但是应该走不掉了，连控致死。这波是跑得慢了。 那上路归期就只能断线做止损了，因为微博现在是必须得打起来，不能浪费强度。然后看到对面小人，想去对面红区看一眼，但是小胖已经把这个红给拿掉了。目前小胖也是全场的最高经济啊，有5000多。不过暖阳整体的经济对比小胖来说的话，这一局是没有落后太多的。但是你看中路，就听乐这边让经济让的蛮多的，这也是导致在。 暖阳这边没有拿到击杀的情况之下，也是能跟小胖的裴擒虎并驾齐驱，经济都非常高。沈梦溪经济比杨玉环要低了800块，这样就会影响到微博中期的一个消耗能力。现在狄仁杰应该要回去拿下一个红了，因为他需要红 buff 推起来。是微博现在要开始提速。 终于，微博想要进野区，但暖阳一上来就被打半血，对面所有人都在盯防他，有点难受啊。杨玉环经济有点高，这波是狼队知道你要回去拿红了，所以让敖乙先突波下线，可能要转一波中上。感觉10分钟之内吧，北京微博都难以进到狼队的野区去获取资源。 这样子的话，关键团就看10分钟了，看10分钟之后微博能不能打一波好。10分钟那波团，北京微博必须得打，而且必须得赢，他这一盘后边才好打。对的。那中路狼队是轮流扛塔，我想要强行先磨一下中一塔的血量。这中一塔已经非常惨了。对，感觉微博的人不能离开这座塔了。如果中塔没了的话，那老虎跟双边就会更舒服了。对他打团的话，就占各种夹位。 微博多人爆中，想挤一波把线送进去，来黄牌命中了，秒了，很关键。而且这波黄牌拉回来了，裴擒虎也被斩了，直接被暖阳给带走。这么的话，风萧这边闪现过来，跟3火秒掉了小麦，配合上廉颇的一手大招的击飞。那这个时候后续的残局，微博继续可以打。微博这波节奏来得非常的突然，小麦狄仁杰的关键黄牌，归期这边必须要3断1往后撤。这波打得非常好，因为。 如果微博这边再不选择开团的话，带线是一直带不过狼队的。对，就他在被狼队磨了一波中路1塔之后，他们护着后边出的这波兵线，直接给狼队中路1塔压力。对。然后当时小麦的狄仁杰是一发黄牌，精准的命中了子焕的杨玉环，接上沈梦溪的一个 combo。来看，直接把子焕打到大招开不出来。 沈梦溪立刻撞上去，直接2-2踩死。然后就是梦溪紧跟着一个大招拉回来了关键人物小胖的裴擒虎。虽然廉颇这波大了3个，但这个时候主要的输出点倒了。没错，就老虎作为他们全队最高的一个经济点嘛，刚刚。然后敖乙的话是只能打单点的，所以他也制造不了太多团战的 AOE 伤害。是的。这样的话，10分钟龙团，那个微博可能会。 有一些优势，因为老虎的经济这把并没有刷得很高，就对位没有拉开太多，而且是大幅度低于小胖玩裴擒虎时胜场的场均10分钟经济。也是基于刚才北京微博在中路的一波突然发难，这把小胖的经济也是跟自己在胜场时的场均10分钟经济是差不多，但是低于他玩裴擒虎时的胜场。是的。 看小胖的选择，换龙了，避其锋芒，要换龙。 4个队友过来拖一下微博拿暗暴君的速率，但是微博好像意识到了不对劲，想抓人，但是来不及了，已经打掉了。那这个时候再回头打龙的话，能秒吗？应该狼队不会管，还是能打的。但是狼队应该会干扰，对，一直在干扰。沈梦溪的闪现被打出来了，他自己2-2向前之后位置有些差，交了个闪撤回来了，他被控了一下。 敖乙想走，那这波狼队肯定是奔着打人去的。没错，先看一下正面这个龙快到斩杀线了，3火打伤暖阳，拿到了这条龙。看一下敖乙这波大招直接往后排飞，让这边归期切进去，把小麦给切死了。但是自己的话呢，也被暖阳给留下。
这波团战最终狼队是一个2换1，他拿完暗影主宰之后，觉得这波团沈梦溪掉了个闪，还是能打一打了。他们想抢都很难，所以就冲着打人去了。但是廉颇状态第一时间就被打得很惨。他配合曹操强切狄仁杰。对，这个时期大司命经济太高了。是正常的话，老虎的经济应该是要比大司命高的，但是微博中路那波节奏断了狼队的一个发育节奏。而且微博他在中路的那波节奏也是打出了他们在上一场 BO7当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在团战之中两接 combo 的能力非常强。对，衔接的很紧密。在这波团战碰撞完以后，狼队还是要发育一下，他要等一下自己双边的经济。在风萧的经济没起来之前的话，现在他们第一时间很难处理掉暖阳这个大司命。而且这段时间听乐的沈梦溪把经济都补上来了，经济已经高于杨玉环了。之前是落后杨玉环800，我们当时有提。现在他暖阳的经济也比队友要高，领跑全场的9200块了，大司命。所以现在在团战当中的话，暖阳他是能支撑比较久的时间的。尤其是他在团战的中央，你很难越过他。你看这波直接顶着风萧的伤害往上走，太肥了。这是在风萧没有破军之前很难处理，打不动。微博想打推进。这把狼队要打团的话，只能找位置了，就找夹位，因为正面的话顶了个大司命，你可能突破不进去。但曹操跟老虎一个侧面位置到后。但小麦刚刚出了一个不祥。是的。他的出装就是尽可能在团战当中活得久一点。对。生存装，他这把是。因为他团战肯定会吃到集火嘛。暖阳这把的伤害占比30.7%，承伤占比27.8%，都相当高。门扛能打这个阶段，这个红也是能控的。现在在没有资源点刷新前的话，狼队他会尽量的避战，不会去和微博接团。他会通过边带的方式去牵制微博。是的。他的阵容整体上比较灵活，但是上路好像微博想要包掉这波配有想法，要被抓掉。子墨已经给到视野了，小胖这边吃到了暖阳2技能的一个减速。又粘上杨玉环这边2又被暖阳给躲了一下，回到2再一滑，但是对面比较肉，第一时间留不下。这个大司命确实是让狼队这个阶段有点头疼啊。对，想要压掉他的血量要费很多技能。是的。而前2波在中路的位置打推进的过程当中，暖阳都是顶着风萧的伤害往前走，完全不怕。是，但是风萧这个时候出了一把破军。暗影主宰的河道视野完全被微博卡住了，这样狼队只能强拆了中路的1塔，做起资源的置换。这波可能要打团，曹操找位置了。是的，找到一个绕后卫，但廉颇犹豫的话，他的血量就会直接见底，而且他还得小心黄牌。龟七绕得很远，因为现在狼队打团唯一赢的方式就是通过龟七去把双 C 给切掉。被看到了，冲进来先打廉颇，直接开了。要先开大招砸起来，小马尔只能解了一下，回头慢慢反点，找到一声点，再点，再往后拉扯一下。但狼队这波没有急啊，他就慢慢打。小麦打得很凶啊，就互相换血啊，把输出拉满。然后暖阳回野区回了一波状态。没错，暗影之镜的话，微博放在了上半图，给狼队压力。但这条龙短时间内也不好拿。狼队是派杨玉环回去处理了上线。现在打团两边很看站位啊。这里廉颇吃了黄牌，大招被逼，状态很差。大招往后撤，但是暖阳这边大招直接给过去，一声闪现交出来。现在微博最希望的就是在这里拉扯，因为他们兵线很好，就你跟他一直拉扯住的话，你会掉塔的一个血量。所以狼队不想就这么把上高给放了，是的，选择了放掉了暗暴君。主要是接下来拿完龙，微博在打推进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得留个心眼给到龟七的这手曹操。
其实这把狄仁杰还是挺难切的。首先他的出装上，护甲鞋加不祥，他后边应该要再补一个破晓，补一点输出，然后再加上还有个鲁班大师的链子。可能熬赢一个3火打上去，再曹操去切，可能能切掉。但是如果不是2个人的话，应该这波又是暖阳，顶着风啸的伤害往前走。他想用大招把敖影大招逼出来。对，因为这样敖影没大的话，他就不可能去闪现补伤害，帮曹操切狄仁杰了。是的，这样他自己的后排就是安全的。对。中路有线，也快拆掉了。嗯。刚刚上路残血的高地是已经被北京微博给磨掉。正面团感觉狼队很难越过狂铁坑和这个大司命，很难碰到微博的后排。然后这把归期最后也是补了一个碎星锤。但这个走位让小麦掉了半血，被强体给卡了一个身位。微博也不着急，就细水长流，慢慢磨。对，主要他第一时间也不太敢压身，因为对面他是有反开能力的嘛。对，反正我只要有兵线的优势，我就一波一波的送进去。对，慢慢的耗，实在不行就打20分钟。大龙马上快刷了。这波大龙在找位置，风萧这个位置，因为这波狼队不打的话，可能那条大龙出来了就3线齐压，不太好守了。他应该是猜到对面要去拿红了，但是正面队友顶不上来，他那个位置应该有点难受。狼队还得先清上线，对，提前找个位置，看能不能闪现秒一个。子墨去探视野了，排到了，甚至有机会把敖影大招打出来。说曹里怎么会有个敖影在？这敖影大招被逼了，拿完龙，敖影大招往后走。梦溪要开。先已经往前顶了，看一下廉颇是大招接闪现做拆火，暖2技能滑到了2个之后，子墨直接一锤砸进来，配合上什么身上把子墨给秒掉，大司令再甩起来，廉颇也没。这样的话，上路是有一波超级兵。微博是有想要一波的想法的，归期又在绕，他们现在必须要找一个很好的切入，看能不能把微博这波攻势给守住。狼队只能拼了。微博气势汹汹，线先运进去，最后一个小兵被清掉了，那回头直接反打找归期，能留住吗？被减速了。2个技能有加速，然后归期这个位置的话要吃到鲁班大师大招一个链子拉回来，锋芒毕露。这样中上都有龙兵。最快复活时间还需要9秒钟。是啊，狄仁杰大闪中了，只有野射，风向被点对手复活甲，上路的线进来了，微博先杀人再点塔，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拿到第一小局比赛的胜利。北京微博今天真的是延续了上场 BO7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打团之间的配合，